天之苍苍，唯自强者无畏纵横；地之茫茫，唯笃定者可负重致远。在时间的航道上，中国装备制造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，阔步登上世界制造业的舞台中央，奔向建设制造强国的星辰大海，遨游天际，飞驾天堑，征服生命禁区，一个又一个被视为不可能的超级装备、超级工程接连问世，为大国制造，强国之梦蓄积起万军之势，释放出万军之力。上海浦东机场第4跑道腾出，编号 B001J 的 C919大飞机缓步入场。6时52分，飞机起飞。经过3小时2分钟飞行，它顺利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，平稳降落。即将交付首个用户的首架 C919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结束。大型客机研发制造，衡量一个国家航空水平和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。C919大飞机，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。最大载客量192人，最大航程5555公里。在历时7年的研制中，共有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其中。叶林伟，模短压机操作手。接下来，他将携手国宝级重型装备，展示中国装备的惊人力量。8万吨模短压机，世界最大模短压机，中国自主设计研制，总高42米，总重2.2万吨，液压管道长达10公里。8万吨模短压机是为航空航天、电力、石化等领域提供模短件产品的关键重大技术设备。世界上能研制大型模短压机的国家屈指可数，在此之前，只有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拥有4万吨级以上大型模短压机。8万吨模短压机的横空出世，使中国一举成为拥有全球最高等级模短装备的国家。一锤定型，8万吨大型模短压机势大力沉，它可产生最高达10万吨的模短压制力，对任意吨位金属实施无级别锻造，从而实现后者整体精密成型。叶林伟沉稳而专注，随着他轻轻推动操纵杆，数吨重的金属毛坯被缓缓挤压成型。从成功锻压制造出首件起落架至今，叶林伟所在的中国2重航空模锻件研发制造基地，已经为 C919大飞机生产了70%的整机锻件。在生产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航空模锻件的时候，都有那种感觉，就是说，有可能有一天做的飞机，那么上面装配的就是我亲手这个锻造的锻件。整个8万吨还在不断的摸索，还在不断的开发新产品。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往前探索的脚步，后续还会有更多
更优质的航空模锻件从我们8万吨这个活制中期生产出来。8万吨模锻压机，挑战人类制造极限的重装之王。今天，随着更多极限制造的出现，更多的中国装备汇聚到世界的聚光灯下。青藏高原，世界第3极。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，10万中国铁路工人凭借智慧和勇气，克服多年冻土、高寒缺氧、地质脆弱3大世界级工程难题，成功将天路铺上世界屋脊，彻底打破了火车过不了昆仑山的预言。今天，当复兴号高速动车组飞驰在青藏高原的时候，新的奇迹仍在以世界惊叹的速度上演。飞仙关，318国道川藏线上第1关。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正向横断山脉挺进。川藏铁路全长1567公里，中国建造的第2条进藏铁路，全线建成通车后，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36小时缩短到12小时左右。然而，这也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铁路工程。川藏铁路将横跨7条大江大河，翻越8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累计爬升高度1.4万米。色季拉山隧道全长37.96公里，最大埋深1406米。建成后，它将成为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。然而，这条建造在海拔4700米的超级隧道将面对高烈度地震、高地温、硬岩强度超高等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。巨型厂房内，中铁1098号硬岩掘进机身形出现。开挖直径10.23米，自重2500吨，功率7600千瓦。这台足以让坚硬岩层俯首称臣的隧道开挖装备由电机驱动，在液压装置推动下，对岩石实时破碎，工作效率是传统钻爆法的5倍。工装台上，重达155吨的方形钢制结构稳如磐石，它是中铁1098号硬岩掘进机的主大梁。作为硬岩掘进机的核心受力部件，主大梁负责承载不同的装置系统，后者轻则10几吨，重则上百吨。得装备者得天下，硬岩掘进机，工程机械之王，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重大装备。由于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，中国硬岩掘进机曾长期依赖进口，处处受制于人。自主研发硬岩掘进机，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唯一出路。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研发，中国硬岩掘进机核心部件制造企业用10余年时间，逐步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领域的垄断。实际上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、这个提升的一个过程。因为我们实际上一开始做动力机的时候，就是国外的标准、国内制造，实际上存在很多一些我们叫做不能完全匹配的地方。我们就是相互学习吧。然后呢，更多是我们向
国外学习，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，我们再做了一些制造工艺啊、制造技术上的一些创新。更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能够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一个制造体系。总装接近60%，精细复杂的装配已经开始。焊接、打磨、连通、紧固，操作要领早已烂熟于心，但工程师们仍然不能有丝毫大意。输油管线，硬盐掘井机的血管，负责为各部位输送液压油。装配工艺的好坏，直接决定着整台装备27000吨推力的释放与控制。硬盐掘井机由上万个零部件组装而成，但这绝不是说说而已。输油管线系统的装配结束不到2小时，更大的考验已悄然来临。主驱动装置重达270吨，它是硬盐掘井机的心脏，负责驱动刀盘。现在，工程师们要以吊装的方式，让主驱动装置与主大梁无缝拔河。460吨拉力作用下，主驱动装置原地缓起，直至呈90度平稳站立。接下来，主驱动装置继续以0.5米每秒的速度平移，空中漫步，姿态完美，对接角度精准。最终，主驱动装置与主大梁顺利实现合体。我们产第一台机器以前，90%以上都全靠进口。那么10多年时间，从零到一，从无到有，发展自己的品牌。只有把技术核心掌握到自己手上，才不受别人控制。1600多公里外，中铁1098号的姊妹机型，世界首台高原高寒大直径硬盐掘井机雪域先锋号正在输出强大动力。这是中国首次在高原高寒地区采用硬盐掘井机实施隧道开挖作业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与积累，今天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隧道数量最多、建设规模最大、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。伴随着施工与装备技术的飞跃，中国在高原高寒地区长大隧道机械化、智能化施工领域正不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。当今世界最高10座大桥，8座在中国。世界主跨境前10位斜拉桥，7座在中国。世界主跨境前10位悬索桥，6座在中国。然而，对于早已习惯刷新世界纪录的中国桥梁建造者来说，他们并不满足于此。浙江温州，世界首座3塔4跨钢横梁悬索桥。温州瓯江北口大桥建设正在全速推进，但在此之前，大桥的建设还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。温州瓯江北口大桥呢，是国家永管高速宁波到东莞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国道228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个项目很大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多塔连跨的悬索桥结构里面，采用了这个混凝土结构的大刚度的这个中塔。这种创新设计最大限度满足了大桥对抗风稳定性的要求，但同时意味着需要为大桥提供绝对可靠的主索鞍。温州瓯江北口大桥全长7.9公里，
跨江主桥长2090米，设计配备2根主缆，每根主缆可吊起约1.5个辽宁号航母。什么样的竹索庵才能从容应对如此巨大的荷载？接受这项挑战的是远在四川的一家桥梁核心受力部件制造企业——黄安明。承担瓯江北口大桥中塔竹索庵工艺实验、研究科研任务的技术负责人。因为瓯江北口大桥设计考虑采用刚度较大的混凝土 A 字形中塔方案，这就对混凝土中塔顶部的竹索庵提出了严苛的要求，其安草与竹缆锁骨之间满足抗滑安全的最小摩擦系数必须从常规的0.15提高到0.3以上，而常规结构的竹索庵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。在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，研发人员从零突破，经过无数次研究、推演和论证，一个通过在庵槽内设置整体竖向摩擦板，增加每根锁骨在庵槽内摩擦力，从而提高竹索庵整体抗滑性能的结构设计方案成型，并通过评审。巨型起重机登场，170吨钢坯完成翻身转体。瓯江北口大桥首套竹索庵精密制造正式开始。罗贵辉是今天的操刀手，17年间，他经手的桥梁核心受力部件超过80台套。面对世界首座3塔4跨钢横梁悬索桥竹索庵，罗贵辉没有怯战。这台代表中国机床最高水平的5轴联动数控显膛床，给了他足够的自信。千斤顶就位，竹索庵纹丝不动，百分表精准一步。竹索庵与机床加工方位校正完成。直径250毫米硬质合金刀盘安装完毕，5轴联动数控显膛床开始以600毫米每分钟速度沉稳走刀，刀盘紧贴竹索庵弧形庵槽平稳旋转，精准切削加工部位，平面度误差不超过0.08毫米。这是罗贵辉与刀盘达成的默契，也是他们的一致目标。我们每盖完一座桥的时候，公司里面不是都会拍摄一些照片啊、现场照片之类的。然后当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，就感觉特别的，就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，你看这套主案是你干的，自己还是挺自豪的吧。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退休的时候，到我每筑的一座桥，可以去逛一下、溜达一下、看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项关键制造也在紧张进行。在庵槽内设置竖向摩擦板，增强竹索庵整体抗滑性能。实现这项研发创意，要靠全熔透焊接技术。然而，竖向摩擦板之间的距离只有61毫米。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进行焊接作业，人工操作难有胜算。窄间距焊接机器人，在接下来的攻坚战中，他不负众望，成功实现了所有竖向摩擦板焊缝焊接一次性成功。超声波碳商100%合格，
完美解决了瓯江北口大桥中塔主锁鞍制造的关键问题。准备起吊！水你看好哈，就是边边的那个腿还是不要打胸。经过近3个小时的紧张吊装，温州瓯江北口大桥首个中塔主锁鞍顺利安装完成。但这距离大桥的建成投用，还差最后的关键一步。即将通车的温州瓯江北口大桥，迎来首批重量级造访者。144辆总重近5000吨重型卡车，分别驶入大桥主桥的上下2层，依次对大桥开展静力和动力荷载试验。这是迄今中国国内最大加载重量的公路桥梁竞载试验。试验结果表明，大钢堵、中塔等各项工程安全可靠，为瓯江北口大桥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桥梁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最高水平的代表。大型桥梁建设的背后，是新材料、智能制造、高端装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的发展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桥梁建设技术总体上进入国际先进水平，一座座世界级桥梁相继落成，让中国从桥梁大国迈向桥梁强国，也极大助力了世界桥梁事业的进步。制造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、国际竞争力。党的18大以来，中国坚定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，10年破浪前行，10年奋勇攀登，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蜕变，迈出高质量发展坚实步伐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。中国装备，装备世界。未来的中国装备制造将继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，在阔步迈向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，自立自强，攻坚可难，向着建设制造强国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。